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国对外国工人的需求因劳动力增长而持续攀升，预计2030年工作签证需求将超700万份，因为国家依靠移民填补因经济增长和退休造成的就业缺口。接下来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美国经济疲软，就业岗位减少，通胀成为烦恼，股市上涨迅速，投资者担心市场过热，可能需要回调。本周的财报季和经济数据发布有望引发市场回调，让我们关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在洽谈以230亿美元收购网络安全初创公司 Wiz， 这将成为 Alphabet 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旨在提升其云计算业务。下面这条，中国最大生猪生产商万洲国际计划在美上市其子公司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后者为美国最大生猪生产商。让我们关注。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大量企业破产。2024年上半年，346家企业申请破产或重组，创2010年以来同期最高。高利率、疲软的消费者需求和供应链问题是导致破产的主要原因，其中小型企业受影响较大。接下来这条，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深刻地改变业务，企业和个人必须参与其中，否则将被淘汰。CIO 可能会发现难以证明这项技术对业务绩效产生了直接影响，但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可能必须投资于人工智能，即使它未能立即产生更好的业务成果。下面这条，为应对西方银行退出太平洋岛国市场造成的金融真空，世界银行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支持下，为这些岛国准备了财务援助，以防中国填补这一空白。接下来这条，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向100家头部国家安全初创企业投资220亿美元，仅占总体合同支出的一小部分，还不到风投对这些企业的投资额的一半。这凸显了国防技术风投资金激增与美国政府为初创企业提供巨额合同支出之间的差距。下面这条，神偷奶爸4连续第2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而小成本恐怖片长腿叔叔意外击败了阵容强大的飞向月球。长腿叔叔获得2260万美元票房，位列第2，创造了独立发行片商 Neon 的最佳开局。飞向月球仅收获1000万美元，位列第5。接下来这条，今年得益于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数据中心等多个应用对芯片不断增长的需求，半导体行业正处于复苏阶段，但该行业内有一个特定细分市场比整个半导体市场表现得更好。下一条，特朗普遇刺后，全球金融市场重启，特朗普贸易可能获得更多动力，美元和比特币上涨，预示特朗普可能继续推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轻加密货币的立场。政治暴力可能会加剧人们对美国不稳定的担忧，从而影响特朗普贸易。下一条，美国股指期货波动，因特朗普遇刺未遂加大了其胜选几率预期，导致美元上涨，比特币突破6万美元。因日本放假，美债现金交易休市。预测市场数据显示，特朗普连任机会增加。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其经济政策利好美元，可能拉低国债收益率。能源、私营监狱、信贷和医疗保健公司股票可能会上涨，而可再生能源股票可能会下跌。比特币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因为此类资产既能对冲政治动荡，且特朗普也支持加密货币。接下来，日元交易者受疑似干预影响，在月底与日本央行对峙之前面临一系列阻碍。尽管有明显的干预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提振，日元上周对美元上涨不到 2%， 表明日本当局需要更多帮助才能扭转其贬值趋势。让我们关注。澳大利亚新娱乐集团的系统中断，导致旗下3家赌场的所有电子游戏机和电子桌面游戏在7月13日关闭。该公司正在和外部供应商合作解决问题。最后一条， Netflix 将于10月4日推出热门科幻影片《垂直极限》的续集，讲述一位新成员加入对抗残酷喂养方式的战斗，面对触犯禁令就会死亡的趋势，并探讨拯救生命的底线。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